演习的主要内容是俄军精锐的空降兵的突击行动。俄军一共动用了40架伊尔76运输机，投送数千名伞兵和伞降装备进行突击作战。虽然演习后俄军宣布撤军，但商业卫星显示，俄军现有的营地、后勤设施都未移动，只是将部分兵力运回原驻地。只要俄军需要，人员可以随时再次回到克里米亚。而乌克兰方面自然不会无动于衷。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克里米亚边境附近的乌克兰部队阵地，鼓舞乌军官兵的士气。泽连斯基视察了乌军导弹部队的驻地，新闻显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将原点优导弹系统部署到了赫尔松地区，导弹部队的官兵正在进行演习准备。未来将会向假定目标发射导弹，以此向克里米亚的俄军示威。镜头中至少展示了4台原点优导弹发射车。乌克兰媒体报道了有关演习的信息，并写道，部署是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附近进行的。还补充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会继续捍卫乌克兰的完整性和主权。同时，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再次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与顿巴斯进行对话，分裂分子必须受到严惩。原点导弹是前苏联研发的一款近程地对地战术导弹，北约代号为圣甲虫，用于替代性能不佳的蛙7战术火箭。导弹最大射程120公里，弹重1500公斤，可携带250公斤的常规弹头或者核弹头，命中误差220米。该导弹于1976年服役，80年代末改进型服役，每辆发射车可携带1枚导弹。前苏联加盟国和独联体国家曾广泛装备这款导弹，因此在各类军事冲突中，该导弹曝光率极高，仅次于老式的飞毛腿导弹。乌克兰拿出此款导弹来吓唬俄军，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毕竟这已经是乌军最后的杀手锏了。但对于俄军而言，看到对面乌军摆出这样的老式导弹，实在是好气又好笑。因为俄军已经全面淘汰了原点导弹，全部改为装备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伊斯坎德尔单辆发射车可以发射2枚导弹，导弹射程达500公里，命中误差57米。伊斯坎德尔导弹可以在50千米高空以7倍音速飞行，并在末端变轨规避对方的拦截。可以说，伊斯坎德尔相对于原点领先了一个时代。但俄军对此依旧不满足，还推出了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使得原先的发射车可以兼容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后者射程已经突破1000公里。目前，俄军在俄乌边境和克里米亚部署了大批的伊斯坎德尔系统，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第一时间对乌军的营地、指挥所、雷达站、机场等发起大规模突袭。所以，乌军试射原点导弹的行为，就像是对方手里拿了捆冲天炮，你却非要朝对手扔个小擦炮，这样的挑衅行为，除了显示自己的弱小，没有任何意义。想要挑战俄军的战术导弹体系，除非泽连斯基花钱去买美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才行。经验不足的解放军如果没有做好与美军作战的准备，就进行统一战争，可能会面临一场灾难。这是截取自美国兰德智库公司最新报告中的一段话。兰德公司认为，中国统一之前需要充分考虑到美国因素。美国这是在教中国做事吗？我们知道，一直以来，美国都喜欢在中国的底线问题上做文章。美国深知，只要在中国底线问题做文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中国崛起的步伐。而兰德智库这一报告也直接表明，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将会选择直接军事介入，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军的险恶用心。与此同时，作为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值得我们好好深究。随着美国遏制中国步伐的加快，美国会选择军事介入台海冲突这一点，中国已经十分清楚。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将美国因素考虑进来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但是美军为何要强调这一点呢？很大可能是在威胁中国，从而延缓中国的统一步伐。最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繁在中国底线问题上挑衅，这样前所未有的挑衅强度也让外界担忧一场战争或不可避免。而此前，智库报告显示，美国在这场潜在战争中的结果是十分不理想的。美国智库报告表明，一旦美国选择介入，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伴随着中国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这一结果并不意外。相比于中国，美国将会在这场潜在冲突中面临灾难性后果，似乎更具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那么美国所要面临的打击或许更大。一旦统一，中国就拥有了前出太平洋的天然战略前沿，这对于打破美国的岛链封锁意义重大。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赖以生存的海洋霸权将会遭到巨大的挑战。那么也就是说，无论美国是选择军事干预还是不干预中国统一大业，对于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而言，都将是巨大的冲击。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些威胁手段延缓中国的这一统一进程。但是正如金灿荣所说的那样，统一大业是中国实现历史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这一客观事实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表明这一决心，也于日前展开了罕见的双航母巡航，国际社会纷纷解读为这是中国采取提升海军建设力度的做法。
从而向美军表明中国坚定捍卫主权利益，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压力的意志与决心。同时也表明中国如今的实力已经不再是美国三言两语就能吓唬得了的，如果美国不信，大可一试，中国必定给予他们沉重一击。5月3日到5月7日，这期集团外长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会议虽然说是为了讨论疫情后的经济、气候等一系列问题，但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最擅长的就是为自己的霸道行为找借口，所以真正的目的无非是再次讨论如何遏制中国发展问题。然而这次会议上，美国和英国的角色却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先是美国倡议一出不会遏制中国崛起，实际上却分明是要继续打压中国。随后英国也紧跟着倡议一出呼朋唤友，寻求这期成员国采取果断行动应对中国威胁。都知道英国和美国之间什么关系，所以英美现在搞这一出，难道又向外界传达了什么信息？5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态的就十分自相矛盾。先是表明这次会议目的是西方为了捍卫国际规则秩序，而中国正在向这一秩序发起挑战，所以随后美国就表示不愿意遏制中国崛起，中美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因为对抗会威胁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也希望双方建立更稳定的关系。布林肯自己满口胡说，还挑拨英国当出头鸟。5月4日，英国公开表示希望这期成员国采取果断行动以应对全球威胁。虽然说英国本来就不老实，但是没有美国挑拨，英国哪来的胆？毕竟此前美国向来都是自己站在高处呼朋唤友，而不是等着小弟帮忙。有分析人士表示，从特朗普开始，美国从经济领域、科技领域、外交等多方面对中国实施压制，但是却反而使得中国更加强大，不仅补足了中国的短板，还让美国在经济上一度损失惨重，外交上多年形象更是毁于一旦，甚至让盟友看到了美国的软弱无能。比如说欧盟和美国的联系，就只等去美元化这把刀完成，几乎就能直接斩断。而在拜登上位后，美国则转战军事方面，加大对中国挑衅，不过也没占到什么便宜。美国军舰军机看似是在南海来去自由，但是中国双航母也不是吃素的，台海问题美国更是直接暂时放下不谈，一再公开强调只认一个中国。所以这次美国和英国唱的这出戏，其实也正是代表了美国现在不碰台海就拿中国毫无办法，碰了台海后果也不是美国能承受得住的。所以美国现在很焦急，以至于想要英国当这个出头鸟，以此来分散中国的视线，美国好能借机行事。说到底也是中国如今实力强劲，早不是美国能压制住的，美国的出招中国都能接下来，并且反制回去，以至于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反伤。所以现在美国在对中国问题上就需要谨慎一些了。作为一个和中国毫无地缘政治纠葛的国家，澳大利亚却长期附和美国打压中国。最近澳大利亚更是疯狂挑衅，几天内就触及中国多个底线，上演着自残式反华。这段时间，澳大利亚多个政客炒作台海局势，并表明或将介入台海局势的立场。不久前，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叫嚣，全球战鼓正雷响，中国对台海地区可能的军事行动令人担忧。而在4日，悉尼先驱晨报又报道称，澳大利亚少将、时任特种部队指挥官芬德利宣称，中国表面上和澳大利亚合作，背地里和俄罗斯、伊朗等盟国一起在灰色地带挑战澳大利亚。中国与澳大利亚未来很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芬德利还认为，中国专注于不用武装冲突就能取得效果的作战手段，比如贸易手段、情报行动、外国势力干预、外交和网络，真的是好赖话都被澳大利亚说尽了。这段话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不仅要忍受澳大利亚随意破坏中国核心利益，还得放开市场让澳大利亚赚钱。看看莫里森政府的所作所为，哪来的脸指责中国？第二件事，澳人警示副刊文直接透露，澳大利亚国内一些政客与东伊运勾结，推动反华。作为一个极端组织，仅仅因为其针对目标是反华，就能在澳大利亚自由横行，为打压中国不惜与极端组织为伍，令人不齿，却仍然恬不知耻，拿着自由民主当盾牌。第三件事，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莫里森政府正让澳大利亚国防部审查中企租借澳达尔文港99年的协议，考虑是否强制让中企放弃租赁权。此外，澳大利亚还在各领域破坏中企投资，到最后损失最大的只能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这些举动不仅不自量力，甚至是在自残。澳大利亚撕毁协议和合同，将贸易政治化，错过中国这趟经济高速发展快车，肯定还会影响其他潜在国际投资。而和极端组织为伍，更是让澳大利亚名声扫地。最后还想在军事上挑衅中国，更是可笑。这都不是自残了，而是自我毁灭。对此，澳自由党前党首约翰·休森质问：我们真的应该考虑与中国开战吗？这和我们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简直莫名其妙。
对于澳大利亚不断挑衅底线，我们也必须出最重的一拳。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代替铁矿石供应链，彻底斩断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才能把它彻底打瘸。